世界上的贫穷有多严重 ？COVID-19 对世界贫困有什么影响？永续发展目标如何帮助全球贫困？消除贫困。自2000年以来，世界贫困率降低了一半以上。COVID-19 大流行可能会使全球贫困加剧到影响5亿多人。大流行之前，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近42%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什么是贫穷？贫困不仅限于缺乏收入和资源，还包括不能确保可持续的生计，这是一个人权问题。贫穷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饥饿、营养不良、缺乏体面的住房，以及获得其他基本服务，例如教育或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目前，全世界约有1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很难满足他们的最基本需求，例如健康、教育以及获得水和卫生设施等。如今，在同一年龄段的每100名男性中，有122名年龄在25至34岁之间的女性生活在贫困中。到2030年，将有1.6亿儿童面临继续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风险。有关贫困的重要事实：2015年，约有7.36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0美元。预计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增加幅度最大。由于大流行病，分别有3200万人和2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过去10年中，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工人比例减少了一半，从2010年的14.3%降至2019年的7.1%。甚至在 COVID-19 之前，基线预测就表明，到2030年，世界人口的6%将继续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没有达到消除贫困的目标。1/5的儿童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贫困的负面影响和早期的贫困和剥夺可能会持续一生。2016年，世界人口的55%，约40亿人，没有从任何形式的社会保护中受益。贫困与永续发展目标 （SDGs）。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永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贫困作斗争的主要参考是目标1，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是要确保从各种来源大量调动资源，包括改善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充足且可预测的手段，以便他们能够执行旨在消除所有方面贫困的政策和方案。永续发展目标为消除贫困而设定的另一个目标是在国家层级制定强有力的法规，包括区域的和国际的，并考虑到性别问题。目标是到2030年，我们可以确保所有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经济资源方面享有相同的权利，以及获得基本服务、财产、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控制、继承、自然资源、
新技术和金融服务，包括小额信贷、